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看大陸節目，我是真言。我離婚了，但是離婚沒多久呢，我就後悔了。現在說什麼呢，也太晚了，因為前夫呀不同意和我復婚。我的親身經歷告訴你們呀，女人千萬不要輕易的離婚，90%以上的女人離婚以後呀都會後悔。我離婚後的感悟就是，女人想要把日子過好呢，在婚姻當中呀，千萬不要太強勢了。我就是因為太強勢，看我前夫的哪都不順眼，總覺得他做什麼都不好，做什麼都是錯的，一心想要把他變成我心裡想要的那個人。總感覺呀是自己沒找對人，從來呀沒有在自己身上呀找原因。我離婚6年了，到現在也沒有再婚。不是不想再婚，也不是眼光高，只是怕遇到錯的人，害怕被傷害。近年來，10對結婚6對離這樣的數據頻頻出現在社交媒體上，引發大量討論。統計顯示，約30%離婚發生在結婚未滿5年者，尤以婚後3至5年，特別是7年婚齡為高峰期。許多夫妻走到離婚這一步，不僅是因為孩子出生後帶來的生活壓力，更是被現實層層擊垮。高昂的房價，飆升的育兒成本。在今天，婚姻早已不再只是2個人的結合，而是整個家庭共同面對的沉重課題。34歲單親媽媽告訴你，離婚一定要帶孩子。2024年，我的婚姻出現了原則性問題，沒車沒房，我毅然決然帶着孩子搬家。分居1年後，終於協議離婚，拿到了撫養權。就這樣一個人帶着女兒住在出租房裡。結婚的時候，很多人都勸我不要帶孩子，說你還那麼年輕，不帶孩子你還可以再嫁，真是搞笑。從決定離婚那一刻，我就沒想過再婚，更沒想過丟下孩子。孩子從出生就是我一個人帶，乃是我餵的，亦是我兒的，我付出全部的心血，沒人比我更愛他。沒離婚前，我也是一個人上班帶娃，指望不上任何人。離婚後，我更不放心把他丟下。博主說，離婚後再苦再累，他都自己扛，從沒讓女兒受過一點委屈。他白天上班，晚上照顧孩子，還要擠出時間做自媒體。他拼命賺錢，一路走來經歷了太多的坎坷與辛酸。看着孩子一天天長大，越來越懂事，他也由衷感到欣慰。他提醒姐妹們，如果離婚，孩子能帶着就一定要帶。養孩子確實需要經濟基礎，但孩子更需要媽媽的陪伴。有錢就多花，沒錢就少花，只要有手有腳，總不會餓死。對孩子來說，母親的陪伴就是最溫暖的托舉。離婚之後，我才意識到就是伴侶這個角色的重要性啊！我現在離婚4年了，我開始經常性考慮要不要再婚。我知道你們一定会嘲笑，怎麼會這麼想不開？你還沒吃過婚姻的苦是吧？一個人掙錢一個人花，自由自在不好嗎？其實你覺得一個人過得好，或者一個人能過好，有2種可能：一是你還年輕，你忙着玩，忙着搞錢，忙着旅遊，像我30多歲之前也是這樣的。但是你終究會走過年輕，走到中年，你會看透很多，你不會再想着要那麼多東西。博主說，你之所以覺得離婚後一個人過得不錯，還有一種可能是因為你身邊還有家人，哪怕你的小家散了，你還有父母，你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孤身一人。但父母終究會老去，会離開你。等到有一天，這個世界仿佛只剩下你一個人時，那種撲面而來的孤獨感，往往讓人難以承受。他說自己離婚後確實輕鬆多了，生活中不再有爭吵了。可沒過多久，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感就撲面而來。家裡安靜的可怕，買菜、做飯、做家務全是一個人。你開不開心，累不累，難不難過，沒有人知道。他說自己最害怕過周末，沒有人和他說話，他只能不停地逛街買東西，用忙碌和消費填補空白。可熱鬧散去，空蕩的感覺依然存在。即使上班再累，我也是堅持做飯。有人私信和我說，你一個人帶着兒子不累嗎？你兒子跟着你也是遭罪。比這話難聽的也有。也不是我不把孩子給他爸爸，如果他爸爸真的好，我也不至于被他家暴。跟着一個好吃懶做愛賭博的人，難道就很好嗎？即使再累，我也會把兒子帶在身邊。我承認我的能力有限，目前給不了太多的物質生活，
但是我一直在努力，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的。博主说，兒子從小學1年級起就會主動分擔家務，比如洗碗、洗衣服、刷鞋子。他也特別懂事，有時看到媽媽累了，還會幫助捶背，還會端洗腳水給媽媽。學習方面也讓他很省心，兒子每天都會按時完成作業。看到孩子這麼貼心，他覺得再苦再累都值得。10個離婚女，9個後悔離，這是我用多年的一個婚姻工作經驗得出來的一個結論。那些天天嚷着說要換老公才能獲得幸福的，我告訴你啊，最後沒幾個是能笑得出來的。因為離婚之後呢，女人會遭受這3個落差啊。第一個落差呢，就是找不到比前夫更好的人了。不少女人她離婚的時候呢，覺得自己一定能找到一個什麼呢，賺得更多的啊，長得更帥的，還對自己更好的。但是我可以明確的告訴你，這麼想你真的是沒有活明白。博主認為，離婚後想要再找一個比前任更好的對象，其實並不現實。第二個落差來自孩子。孩子在最需要父母陪伴的時候，你缺席了他的童年，那種失落與創傷，並不是用金錢可以彌補的。第三是再婚後的身份落差，你也許費盡心思找了一個條件不錯的對象，可真正進入對方的家庭後，卻發現自己更像是一個外人，甚至像個保姆，而不像是一家人。對比之下，回想起原來的家庭，前夫把工資交給你，孩子黏着你，依賴你，那樣的日子難道不好嗎？這也是很多女人在離婚後萌生復婚念頭的重要原因。全網都在找離婚帶娃的爸爸們，我想問你，你們找我們幹什麼？你們無非就想問我們離婚後不後悔嗎？我告訴你，不後悔。你無非就想問我，如果前妻回頭，你會不會回頭？我可以真確告訴你，肯定的，不會回頭。你如果問我帶孩子後不後悔，我告訴你，不後悔。孩子是自己的，幹嘛不帶呢？連自己都不帶，你還是人嗎？奉勸所有準備想要離婚的這些姐妹們，能不離婚就不要離婚。我看身邊所有離過婚的人，基本上都是後悔的。你以為離婚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，但是有可能你並沒有想過，離婚的這件事情會給小孩留下多大的人生的遺憾。小孩其實就是父母的複印件，有大多數的小孩的不快樂，其實都是源於他們的家庭環境、家庭的原因。這個時候，有可能有的人就會跑出來說，哎呀，現在都是什麼年代了，婚姻都是自由的，男人能做的事情，女人一樣能做。沒有男人，我自己跟小孩也可以過得很好。但我告訴大家，真正的事實是，大多數的單親媽媽其實都是不幸福的。博主說，他觀察到身邊不少人走到離婚這一步，大致有下面幾個常見的原因。第一，夫妻雙方都缺乏經營婚姻的意識。很多人一遇到問題，第一反應就是把責任推給對方，卻很少反思自己的不足。第二，缺乏有效溝通。許多人在回顧上一段婚姻時，總是把責任推給對方，卻很少反思自己當初是否真正坐下來，好好和對方溝通過。第三，家庭關係失衡。有的男人在外辛苦工作一天，回到家卻感受不到溫暖。有的女人也覺得自己付出很多，卻被忽視了。雙方都覺得委屈，矛盾越積越多。女人離婚後還有家嗎？離婚的女人最難，如果沒有屬於自己的房子，只能浪跡天涯。四海為家，國家回不去。娘家對於我們來說已經不算是家了，只能算親戚。淨身離婚，一個人帶6歲的女兒在合肥定居。我也最怕逢年過節，因為別人家都是熱熱鬧鬧的拜年，我和閨女也沒有親戚可以走動拜年，讓本就沒有年味的年顯得更孤單。還有5天就過年了，去年我和閨女是在出租房裡過的年，隔壁鄰居都回去過年拜年了，整個小區空蕩蕩的，好像就剩下我和閨女。我只能把電視聲音放得特別大，這樣顯得沒那麼冷清。雖然我是一個單親媽媽，但我從來不勸別人輕易離婚，因為我太清楚了，一個人帶孩子根本沒那麼容易，其實身邊沒人幫襯，還要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年幼的孩子，真的是難上加難。如果實在走到了要離婚的那一步，建議先看看自己是否滿足以下幾點：要麼有娘家人的支持，願意幫你帶孩子；要麼有足夠的經濟支撐，能滿足你們的生活需求；要麼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和收入。要是這些都滿足，那其實沒什麼好糾結的。博主說，如果你沒有獨自撫養孩子的能力和財力，
那一定要慎重考慮，別輕易離婚，不然離婚後自己帶着孩子過日子會格外辛苦。她當初離婚時，幸好有娘家人的支持，媽媽願意幫她照顧孩子，這讓她多了一份依靠。但因為她的工作在上海，為了生計，只能讓女兒留在老家，成了一名留守兒童。對她來說，這也是無奈之舉。我離婚快3年了，和前妻呢有一對龍鳳胎。今天上午啊，關於2個孩子的事兒，前妻第一次聯繫了我，結果呢讓我倆都挺感到意外的。那事情呢是這樣的，今天上午呢，我正在店裡邊忙，這個時候呢就突然收到了前妻的電話。這離婚3年了，這是她第一次主動給我打電話。前妻在電話裡對他說：“我知道你工作忙，一直沒好意思打擾你。2個孩子馬上要上中學了，花費越來越大。我現在公司效益不太好，工資也被下調了。雖然你每個月給的撫養費已經增加了一些，但還是有點不夠。”博主說：“孩子是我們2個人的親骨肉，這筆錢本來就是我該出的。”隨後他給前妻轉了1萬元，前妻在電話那頭連聲道謝。沒想到前夫會如此爽快，前夫的這份體諒與擔當讓他心裡五味雜陳。你現在要認清一點，我們倆現在到底是什麼關係？中年无非有小孩，我們倆還有什麼？我問你，只要是有孩子的，我們倆就有關係。你不要老是拿孩子來說事，我能讓你看小孩都已經很不錯了，已經很好了。你要適可而止，不要那麼特顿矜持，知道吧？你要知道，我做什么不需要你教育，而且我很清楚我现在做什麼。我跟你在一起的時候，你就是这樣大男子主義，還有強勢。你信不信？你再找一個還是這樣，所有男人都大男子主義。我跟你講，如果說時光能夠倒流，我真的希望能夠回到13年前，2011年，我25歲那一年，我結婚的那一年。後來13年，我女兒出生了，因為早產。女兒和我花了4萬塊錢，在重症監護室裡面，我搶救了15天。我女兒住在保溫箱裡面，也待了快1個月。當然，這個錢確實也是他們出的，我真的是很感恩的，真的。但是後來他們再也沒有給過錢給我了。博主說，後來她只身去大城市打工，把年幼的孩子留在婆婆身邊照顧。本以為家裡有人幫襯，孩子能被妥善看護，可後來她才聽說，婆婆常常帶着剛學會走路的女兒去打牌，對孩子照顧的並不上心。那一刻，她心裡既心疼又自責，最終還是決定把孩子接到身邊，哪怕再難也要自己帶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